民文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饰演完许羌过后，我的状态会更加松弛，松弛中也带着认真的这种心态去面对我之后的生活工作。演员是需要沉下心来，在剧组和大家一起创作、诠释故事和角色。今年是第一次比较认真的参与到这个创作里面，它对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滋养我的人生。除了拍戏以外，你也要知道观众对你的评价和观众对你作品的评价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我觉得自己才能有去接收反馈，然后才能去让自己进步嘛。如果说爱你我肯定是最嚣张的，今晚为你包的餐厅是最高的。首先大凤的剧本这整体的故事和他的世界观都非常的丰富嘛，而且包括许羌本人的一些特质也是非常的吸引我的，像之前就是反复提到他很热血中二，然后是一个看似有很多毛边，但是是一个心中有自己的坚持，眼睛里面容不得沙子，然后勇敢无畏的站出来去面对一些不公的。在现场大家一起演戏创作的时候，可能就是会突发的状况也好，或者说突然大家临时有灵感也好，创作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更生动一些吧，让这个剧本上的文字变得活起来啊。耳时耳录，明知明高，下民以略，上天难欺。人物的心境和随着事件的变化在不断的成长吧。就像许羌刚到大凤世界的时候，肯定会对前世有一些不舍，所以他一上来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观察大凤这个世界，在以一种玩闹有趣喜剧的这种心态来呈现一个前期比较调皮的许七安。再到后来如果有事件而过，那他当然就会是一个更严肃的状态，更正经的状态，或者说更有一些战斗感在身上吧。台词量会很大，其次就是他的台词里面有很多这种案情分析的这种元素，所以有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台词，包括他又是个碎嘴子，就是话痨。其实剧本里面没有写出的台词，但是我们根据现场的情景也会现场会加很多台词。好多时候我记得那种大段的台词和那种分析案情的台词，我都是可能要提前好几天，要提前很久就开始去熟悉这些台词，去背这些台词，然后才能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负担的能把这些台词给呈现出来。相同点也挺多的，就都挺调皮的，然后都挺热血笨蛋的，也心中也都有自己坚持的事情吧，和去勇敢的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同的点，我是觉得可能许羌要更热血一点。我觉得可能饰演完许羌过后，我的感受和我的状态会更加松弛，让我去抱着这种松弛中也带着认真的这种心态去面对我之后的生活工作，我觉得是这样啊。虽然不算是刻意为之吧，但是确实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自己想去挑战和想去体验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题材。我觉得这样就是第一，会让我对我的工作和对我所诠释的角色随时都有新鲜感，不断的去尝试挑战和突破一些自己的能力方面吧。比如说像浮屠缘的打戏，就是萧铎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这样的角色，所以在他的打戏的时候保持冷酷的去和敌人对战。但是如果是许七安的话，其实在打戏的过程中可以有很多的表情的元素加入在里面，在观感上会觉得就是更加的生动的诠释这个角色。说具象化一点，就是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创作上的任务和创作上的空间，可以让我自己去发挥一下，保持对这个创作的新鲜感、热情度。我觉得从工作经验上和在现场的工作状态上，肯定是比以前更从容的。毕竟那么多年了吧，怎么说呢，也不是新人了，对这些工作也环境啊相对也很熟悉了，所以这方面肯定都是更从容了的。现在可能新的挑战会觉得说想更多的去诠释好角色的内心和这个角色他所想表达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就是鲜活的真实的呈现出来，然后传递给观众。演员是需要沉下心来，在剧组和大家一起创作、诠释故事和角色，
明星是要去面对大众，然后输出自己，输出这种正能量，或者是输出情绪价值这样的一个感觉吧。但我觉得在我这儿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冲突。我是演员，我是演了戏才会有了我现在的这个身份。那现在这个身份呢，同时也会对我的演员的工作也会有加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在我这儿就是会比较模糊一些。首先这个东西是我从小喜欢的部分，而且这份喜欢就是也是坚持了很多年，包括现在自己也很喜欢。今年是真的是第一次就是说比较参与到这个创作里面，其实它对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滋养我的人生，所以在创作音乐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会让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还蛮有意义的。包括在写词的表达上，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写一些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在面对一个麦克风的时候，怎么才能把想表达这个情绪给传递出去。其实有些是某种程度上它和我的工作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的。然后和大家在工作室做完音乐过后，我们可能就去面摊吃碗小面，然后吃个火锅，或者是去闲暇之余去放松，去打球，去感受重庆或者感受当地的这个烟火气。那段时间那个过程对我来说还是吸纳很多东西的。我觉得做音乐上的王鹤棣其实是在感受生活，那演戏的时候的我就是在把平时感受的所理解的东西消化，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角色。工作中首先就是不敷衍任何人，也不敷衍自己，肯定是认认真真的去完成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工作。生活中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目标性，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就是会觉得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其实我更多的会去在意就是自己作品的评价，比如说这是我的工作，我肯定是要知道我的工作的结果是大家的反馈是什么样，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种吧。除了拍戏以外，你也要知道观众对你的评价和观众对你作品的这个评价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我觉得自己才能有去接收反馈，然后才能去让自己进步嘛。焦虑算不上吧，但是会去让自己思考吧。我觉得有这些声音就是会让自己去思考去琢磨，然后去想一想，哎，自己这儿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或者是去反思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本来就是朋友，对，所以许七安对王鹤棣说别想太多，走去喝个小酒。王鹤棣会对许七安说那就走起嘛。啊。可以出汗的部位地。而且如果最头型那一块，我们也可以用棉花弄。这样包着头发弄光头会显得头很大。圆圆脑袋，大大耳朵。就买那种穿成大人样子的衣服，那种老头汗衫。哎，你看现在这剧组啊。都 LED 屏，那个打跟人大战复仇者联盟是那个正在筹备，哎，现在打不动了，生日果不行。没问题，老爷子。谢谢你啊，小刘，您保重身体啊，谢谢。比不了手势，玩不下去。
就直接虚焦，好，虚焦，然后你这样，然后你整个你的脸往下垮一点，我稍微再有点喘不上气，就是好一些。就第一走到这儿，第一拍其实你可以抬头看那个太阳，我就拍那种沐浴阳光那种 MV 那种，然后你肯定是要勾勒一点背的，那人在那啊，因为最后你护士就往后追，护士，别走啊！我下辈子我再来找你说啊。对，这个我没想到他会塌下来，快！你先想会儿啊，我又快不行了。护士，那最后一盘呢？但这边进来我就许枪了吧，可以吧？对，这挺挺拔拔的，虽然是这件衣服。护士，别走，下辈子。哎呦，跑下护士，护士，护士。我觉得这个对啊，找这边的对啊。你拍过短视频吗？月光下跳舞，轻盈的脚步 ，Baby I love you。Baby, I love。老歌了，他这对呀，就是那个歌。犹豫了半天，唱个啥？还唱这首。哎呀，小可啊，虎子，哦，小可，哦，怎么着？打小雪啊？为了我运球贼溜，你看，哎，过你了啊！我就。还有什么招吗？还有什么招？太空裤进来。来给我。小哥，我来了。小可，怎么样？想我没有？在我的规则里面，你也不好受，所以少用自己的规则去定义别人。不同人生有不同人生的美好，也都要面对不同的悲苦遗憾。既来之则安之，笑着面对，哭着面对，那都要面对。人生不就是一边遗憾，一边大步向前吗？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人生的意义。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点：我的人生关你屁事。和大家在一起时，许七安是这样的。从哪儿上去的？翻上去的啊，翻上去的。可以。3、2、1，开始！好，我二弟有首辅之资。你这边的时候，你其实是抱着码头的。对，我抱着，我是这么搂着他的，还是上坡，把马给累死。